77鬼扯之王太厲害了，為了幫美國洗地，各種花式洗地法。這邊影片要資料沒資料，要內容沒內容，從頭到尾就是美國講什麼你就信什麼。那美國叫你吃屎你吃屎嘛？美國叫你送台積電你也幫好棒棒，哎，你還真的幫好棒棒啊，厲害，真的也是個高手。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最近，美國突然跨国抓捕委內瑞拉總統，在國際社會引起了軒然大波。有不少的媒體說，這次行動不僅牽涉到石油的利益、大國博弈，甚至整個國際的規則都可能會因此改寫。首先，美國抓委內瑞拉總統這麼嚴重的國際事件，一開始就沒有批判美國啊，本身就是一種態度的表態啦。1月3號，美國突然空襲委內瑞拉，派特種部隊衝入總統的住所，短短3個小時內抓捕到總統馬杜洛，直接押回美國受審。而總統被抓之後，委內瑞拉立刻進入緊急狀態。這個是第一個錯誤，委內瑞拉進入緊急狀態非常久，因為美國一直陳兵加勒比海，整天在那邊耀武揚威，派飛機侵略人家的領空，在海上打人家的船，所以這個緊急狀態不是進入，是繼續。消息傳出之後，有大量流亡海外的委內瑞拉人走上街頭慶祝，高喊自由的時刻終於到來。但同一時間，在美國各地卻也有不少民眾上街抗議，質疑川普政府的做法不合法。他這樣講法很像委內瑞拉人上街慶祝馬杜羅被抓，美國這裡有人反對，但其實是錯的。支持馬杜羅跟反對馬杜羅的主要聲音基本上都在美國的街頭 battle。那在委內瑞拉本地，多數的人對於國家被入侵，反對派一般就比較冷漠，支持政府派的人就上街去遊行。所以你如果要從遊行的角度來說，委內瑞拉的街頭支持委內瑞拉社會黨的人會多一點。而除了討論美國行動的正當性，有國際媒體也紛紛將焦點轉向行動背後的目的，以及這件事情對於國際局勢的影響。究竟美國為什麼要抓委內瑞拉總統？國內與國際輿論怎麼看？這會對於世界局勢產生哪些影響？美國為什麼要抓委內瑞拉總統？那這裡面的命題其實就是把這件事情的性質給中立化了。那是作為一個一直言必稱國際的台灣，對待這件事情就不應該是如此的去脈絡化的中立化敘述。空襲委內瑞拉，他們出動了150多架軍機，在首都卡拉卡斯以及其周邊等地精準打擊當地的軍事設施。而在空襲的同時，美國的直升機還直接開到了委內瑞拉總統的官邸，並派特種部隊進入了住所。之後，特種部隊破門而入，迅速的制服駐守的警衛。不是制服，是當街槍殺。天哪，美國人殺了100多個人，當中有30幾個是古巴派來協助馬杜羅做總統數位的軍事顧問或者是特勤人員，剩下的60幾個人是正兒八經的委內瑞拉公民，是直接打死。請問制服跟打死是一樣意思嗎？這自欺欺欺的洗地法真的好惡心，他好喜歡在那種小細節裡面做那一種不實的陳述，好惡。我每次看他的影片，我都有強烈的不適感。馬杜洛以及他的夫人西利亞，並且將2人帶上了直升機押回了美國。憑什麼連夫人都抓走？中间有罪，夫人也販毒嗎？而從空襲開始到人被帶走，美國整個突擊行動大約只花了2小時20分鐘。這是美國在1989年出兵巴拿馬，以運毒、洗錢等罪名逮捕時任總統諾瑞加之後。諾瑞加不是時任總統，他是在1990年1月3日向美國投降，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但是他是以軍事獨裁的名義來進行的。事實上，他的總統任期是到1989年12月20號。你如果做科普項，可能不需要講那麼細，但是這邊講的時候，你應該要講巴拿馬時任最高元首，這些細節講白了，他並沒有很認真的做功課了。首次發動跨國帶走總統的軍事行動，這也是一個錯誤的講法。這絕對不是美國第一次抓捕人家總統。首先，諾瑞加被抓的時候已經不是總統，是自認為國家最高元首。第二，在1989年美國入侵巴拿馬之前，美國入侵了格瑞納達，格瑞納達的領導人也被抓走了。你為什麼可以抓人家？所以你功課真的要做足一點，不然這樣子真的是一直講一直錯。這場行動其實已經部署了很久，美國就是成功的打入委內瑞拉的高層內部，取得能夠接近馬杜洛核心圈的情報來源，從而掌握馬杜洛的日常作息、移動規律。這裡也是一個問題，目前來看，不是打入馬杜洛集團或者是高層內部，而是打入馬杜洛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這個馬杜洛是誰？為什麼美國要大動干戈的跨境抓他？杜洛自2013年開始長期的掌權，他在位的期間，美國的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困境，出現了惡性通膨、物資短缺與貨幣崩盤等等問題。那為什麼會出現這3個問題？你覺得自欺欺欺會告訴你嗎？好正義的理由，是誰造成了惡性通膨、物資短缺、貨幣崩盤？美國制裁了委内瑞拉才造成這些結果的，不是嗎？導致民怨四起，人口大量外流。同時，他也被指控透過選舉舞弊、打壓反對派等等的威權手段持續掌權。這個倒真的。因此，美國還有歐盟都不承認馬杜洛政府的合法性，而且美國還認為馬杜洛牽涉到了一個叫做太陽卡特爾的跨國販毒組織。根據美國司法部的說法呢，這個組織會跟其他跨國販毒集團合作，把大量的古柯鹼等等的毒品從拉丁美洲運送到歐美國家，危害歐美社會。更有趣的來了，從委內瑞拉運到美國的毒品占全部毒品量的多少？7%到8%。因為委內瑞拉它主要是透過波多黎各去轉運毒品，從佛羅里達上岸，所以這個海運它的效率比較差，而且風險比
較高，成本也比較高。主要超過75%的毒品從哥倫比亞途經巴拿馬、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瓜地馬拉、墨西哥進入到美國。那委內瑞拉用海上運毒也是川普認證，川普有一陣子每天在加勒比海炸他認為的運毒船，但很多可能只是一般的魚類走私快艇。這麼基本的常識，作為一個163萬訂閱的大 YouTuber， 為什麼要裝聾作啞呢？那如果奇葩照這樣抓總統的話，那完蛋了。這一路所有的總統還是首相什麼 whatever， 看他是什麼職位的，通通要排隊站好等美國人來抓了，不是？尤其墨西哥總統要抓幾個？我看10個都不夠，你就飛到墨西哥的總統府，出來，販毒仔出來，開槍砰砰砰打死100個墨西哥人，再飛回美國，下一個墨西哥總統再上來繼續販毒，照這樣抓，墨西哥出300個總統也不夠他抓。照你這種說法，美國說中國出口大量的芬太尼的原料，那你是不是應該去北京抓習大呢？這個理由能通？亂七八糟，有夠扯淡。而美國認為，他們的核心成員都來自於美國政府以及軍方的高層，目的就是要對美國發動毒品恐怖主義。例如，美國指出，在2013年馬杜羅上任約半年之後，法國警方在一架從委內瑞拉直飛巴黎的班機上面查獲了30個裝滿了古柯鹼的行李箱。2015年，美國警方一架從委內瑞拉直飛巴黎的班機上面查獲了30個，這不是更好笑了嗎？委內瑞拉是把毒品賣到美國，還是賣到法國？自欺欺欺，講清楚好不好？現在自認為是 invading president of委內瑞拉，什麼時候川普又兼法國總統了？我都不知道。可是法國航空查獲1噸可卡因，干你美國啥事呢？那就委內瑞拉飛了1噸毒品到法國去好了。那這一頓毒品跟馬杜羅又有什麼關係呢？這哪來的傻叉會拿這理由？我真的快暈倒了。再來一樣問題，第一夫人侄子販毒被美國逮捕，那請問他跟第一夫人之間有沒有販毒關係？如果侄子販毒，夫人就要被抓，那完蛋了。你知道拉美地區因為信奉天主教，他們是不節育的，所以他們的家子都很大。而這2人都只有外交護照，並且自稱是馬杜羅的親戚。美國司法部在2020年就以毒品恐怖主義還有大規模販毒等罪名起訴馬杜羅。太陽卡特爾到底跟馬杜羅什麼關係？你到現在沒有解釋。那你都知道是自稱是馬杜羅的親戚，但他到底是不是？不過對於美國長期的指控，馬杜羅本人一直堅決否認。他強調自己沒有販毒，委內瑞拉國內也沒有種植古柯樹，更沒有制作古柯鹼。他反過來指控說是川普一直在抹黑他。委內瑞拉毒品種植的面積一直在拉美地區不算是什麼名列前茅。來啦，志祺，我來幫你好了，我受不了了。他真的是都不查證，委內瑞拉毒品種植面積沒有一個權威可核對的全球排名可以把委內瑞拉排進去。原因是主流的全球面積偵測統計 UNODC 聯合國的機構對非法作物的監控根本不把委內瑞拉作為古柯鹼的常規監測估算國家。有沒有看到？連聯合國根本就看不起委內瑞拉，就1000公頃不到，這東西叫監測個屁人！哥倫比亞才是最大的種植國，而且它也不是什麼轉運樞紐。哥倫比亞種了，難道他是白痴？他不走陸路，他們要走海路嗎？所以為什麼委內瑞拉轉運毒品很少？因為種的根本就一點點，就轉運也一點點。哪個傻逼會在哥倫比亞種了之後，大老遠跑到委內瑞拉，再從委內瑞拉坐船到波羅的海，再從波羅的海坐船到佛羅里達？自欺欺欺你是怎樣？真是腦子真有問題。當然是川普在抹黑他啊，這不是因為你討厭馬杜羅，你就可以扭曲事實。從頭來鬼扯淡到尾，這篇影片他媽要資料沒資料，要內容沒內容，從頭到尾就是美國講什麼你就信什麼。那美國叫你吃屎你吃屎嗎？美國叫你送台積電你也幫好棒棒，哎，你還真的幫好棒棒啊，厲害，受不了了，真的我快暈倒了。他根本就連一點點中美洲的基礎知識都沒有，他是要怎麼做這個專題？我真的是服了，你知道嗎？另外，也有部分的專家學者認為，太陽卡特爾可能比較像是一個鬆散的體系，有些軍方跟政治人物會勾結毒販撈錢，但並沒有明確的證據可以證明這個組織是直接由馬杜羅指揮，有完整的犯罪策略。所以，到底太陽卡特爾是什麼？卡特爾本來是指行業裡面的商會，後來變成毒品組織的名稱。但是事實上，這個太陽卡特爾是不是真實存在，或者他真的就是馬杜羅指揮的？到目前為止，美國從來沒給出相關的證據。也有不少的分析認為，他們抓捕馬杜羅的真正目的呢，或許是想要掌控美國龐大的石油資源。委內瑞拉石油儲量約有3000億桶，高居全球第一。現在委內瑞拉最大的石油蘊藏帶是在這裡，這是在奧利諾科重油帶。這個是奧利諾科河，是委內瑞拉最大的母親河，那個超大的三角洲。那這個河流自古以來非常的縱橫捭，這個水量很恐怖，因為這個地方它的雨量很驚人。這裡就是所謂的奧利諾科重油帶，大量的原油就蘊藏在這邊。美國就深度的介入當地的石油產業，大量的美國企業進駐開採。但1997
1999年主打反美路線的查韋茲上台之後，就開始推動石油國有化，雙邊的關係迅速惡化。之後美國也對委內瑞拉實行了多輪的制裁，再加上當地國營的這個石油公司管理不善、設備老舊、投資不足，石油的產量也一路的下滑。在與美國交惡之後，委內瑞拉開始轉向中國，如今委內瑞拉約有2/3的石油出口都流向了中國。然後這裡有志祺七七完全沒有分析一個背景，查韋茲為什麼會上台？因為軍方實在是太腐敗了，所以查韋茲上台之後就開始對這一些美國的石油企業進行打壓。原因也很簡單，因為他認為美國石油企業在這邊賺得盆滿缽滿，完全是帝國主義的剝削，所以進而就沒收了這些石油企業的資產。原因也很簡單，這些石油企業在委內瑞拉根本就不做人的事，所以被沒收之後就把這些盈餘分給委內瑞拉的貧困階層。這一段你知道嗎？志祺七七，做東西要做足嘛，好嗎？那在這樣子的背景之下，有許多分析認為，川普這次會對委內瑞拉出手，正是看中了這些石油資源的戰略意義，並想要重新的掌控當地的石油產業。而在成功逮捕馬杜羅之後呢，川普也公開表達了他對於石油資源的野心。川普就叫搶劫宣言，我宣布委內瑞拉的這些原油大概在3000到5000萬桶之間，高質量的原油轉到美國來用。最扯的是後面，我真的覺得志祺七七是完全在幫忙洗地。This oil will be sold at its market price， 這才是最具關鍵。And that money will be controlled by me， 這些錢由我來控制。As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這是直接明搶，各位，明着搶劫都沒有川普這麼雞巴，超級無敵誇張。這種事情志祺七七可以這個完全裝死呢？這一段這麼重要，你為什麼如此輕描淡寫帶過啊？就是沒有看過美國總統這麼屌的。To ensure it is used to benefit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去確認他對委內瑞拉跟美國的人民有益。我的天哪，你搶了委內瑞拉的資產，掌控了資產，你說你要替美國人跟委內瑞拉人創造爭議，我的天，曹操都不敢這樣幹啊！衝進人家家裡，然後把人家老婆狙擊，強制人家老婆幫你生兒子，說我會好好的讓他來壯大你我兩家，保證我都有後代。幹這媽的真的是有夠扯淡的，有這種總統你不譴責他嗎？我真覺得自己現在媽真屌爆了，他可以完全睜眼說瞎話，他繼續幫他洗地，真的很誇張。委內瑞拉目前有出口大量的石油到中國，同時也與俄羅斯、伊朗、古巴維持緊密的軍事與經濟合作。聽着真他媽火氣都上來。中國什麼時候跟委內瑞拉維持緊密的軍事合作？笑死了！委內瑞拉沒有錢吶、啊，他給中國買武器都是買一點買一點、啊。委內瑞拉只有跟古巴、跟俄羅斯真的比較緊密一點，尤其跟古巴，這是窮國抱團，經濟是有，因為買油，而且委內瑞拉的油是重油，它很難煉化。世界上煉重油比較近的其實是美國，所以查韋茲時代依然賣了很多石油到美國去。我真的覺得好扯，這個人的程度跟巴囧差不多了吧？他只是比較震驚的巴囧。同时削弱中國與俄羅斯在拉丁美洲的戰略布局。那這樣看起來美國逮捕馬杜羅也會牽動到中國、俄羅斯等等其他大國的利益。那麼面對這場跨境行動，國際社會究竟是怎麼樣看待的呢？他很聰明，避免用自己的角度去講這些事情，因為他不敢批判美國的做法。這一次在國際上面引起了不小的分歧，有些國家公開支持美國的做法，例如川普的長期盟友以色列就公開表達支持，形容這次行動是維護自由與正義的必要作為。另外像是阿根廷、薩爾瓦多等等的一些國家，他們會長期與馬杜羅政權對立，並且受到了委內瑞拉難民與毒品走私問題困擾。不要生氣，不要生氣，志祺七七，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這個人。我就說一個，委內瑞拉人跑到阿根廷要幹嘛？阿根廷的經濟崩潰指數不輸委內瑞拉，委內瑞拉他媽的再怎麼窮，會去跟一樣窮甚至更窮的阿根廷混在一起嗎？從頭到尾胡說八道。委內瑞拉的難民跟走私問題是誰困擾誰？抱歉哦，整個拉美地區都跑到美國當難民，因為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美國長期剝削拉美地區，把所有的好處都刮光了。當地的政客一大堆是美國人收買的或支持的獨裁者，要不然就是各種買辦。拉美問題最基本 ABC 都不知道，他媽你講什麼拉美東西啊？而且阿根廷跟薩爾瓦多，尤其阿根廷沒有長期跟馬杜羅政權對立。謝謝。在米萊上來之前，阿根廷還是左派，要不然有的時候是庇隆主義。天哪，這篇到底是怎麼寫出來的？而且世界上站對美國的是以色列、阿根廷、厄瓜多、薩爾瓦多可能再算一個，真的是有夠誇張的。並且認為美國的行動是打擊該地區威權主義與毒品恐怖主義的必要手段。米萊這個人很信奉川普，所以他也很阿爸，整天拿一支電鋸在那邊揮舞啊，還送給馬斯克電鋸，意思就是遇到阻礙就把它鋸掉，非常突兀的一個人。結果他說要打擊威權主義，他自己就是一個威權主義的信奉者。川普還不夠威權嗎？川普根本沒在鳥你國內法、國際法，什麼法都沒在鳥你的。想要什麼就是什麼。什麼是毒品恐怖主義？跟你講這些川普發明的名詞，就說你賣毒品，所以你是恐怖主義，你是恐怖分子。
刑事犯罪跟恐怖行為是可以放在一起的嗎？不過也有一些國家明確的反對美國的做法，像是中國跟俄羅斯就一起譴責美國的行動沒有經過聯合國授權，違反了國際法，嚴重踐踏了委內瑞拉的主權，要求美國立即釋放馬杜羅。你有沒有想過是只有中國跟俄羅斯反對嗎？這時候又要給自己七七再來一個小小的教學，他就偏偏要取中國、俄羅斯，就不願意提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墨西哥、西班牙、烏拉圭、南非，還有非洲國家不少是直接聲明反對。這些跟中國不見得站在完全同陣營的地方，所以他帶個風向，反正只有中俄反對，世界都沒有人反對，在霸凌美國，讓美國不要再當世界警察。而俄羅斯呢，也說美國這是犯罪，指責美國正帶領世界重回法治失效、武力至上的黑暗時代。那針對美國有沒有違反國際法這一點，聯合國秘書長指出，他認為美國的軍事行動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當中成員國不得用武力侵犯他國的核心原則。終於說了一點人話。聯合國、英國、歐盟國家等等的美國長期盟友，則採取了更曖昧的立場。他真的完全故意不提巴西耶！我的天，850萬平方公里，世界面積第5大國，超2億人口，拉美第1大國，他把巴西當空氣耶，只字不提，好惡哦。向中俄等國家呢，展現美國在美洲後院重新建立安全秩序的決心。憑什麼美洲這些國家被你當後院？憑什麼？你告訴我，你說後院就後院，可以這樣糟蹋人的嗎？你就是後院，跪！不過近期的民調顯示，更多的民眾傾向反對這次的行動。路透社的民調有34%的人反對這次的行動，略高於支持的33%。YouGov 的民調當中更有56%的人反對。另外呢，民調也顯示有高達70%以上的美國人都擔憂美國會過度的介入委內瑞拉。美國國內的105個城市甚至爆發出民眾抗議。抗議者認為川普這樣的做法不僅違背了國際法，在美國國內也沒有經過國會的授權，等於是架空憲法、擴張行政權力，開啟了一個危險的先例，讓美國未來可能隨時以執法行動的名義對外軍事出擊。這不只可能會損害美國在國際上面的聲譽支持度，甚至會衝擊到整個國際秩序的穩定性。而在美國各地爆發抗議活動的同時，海外的委內瑞拉民眾呢，卻在慶祝馬杜羅的下台。海外聽清楚了，民眾表示自己對他的不滿早已累積了多年，而如今自由的時刻終於到來。自由了嗎？不過委內瑞拉國內有部分的馬杜羅支持者上街抗議，主張馬杜羅無罪，並要求美國釋放馬杜羅。更多的民眾保持低調，避免公開表態。有民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他們其實呢同樣支持馬杜羅下台，但在長期高壓的政治環境下不敢公開發聲。這代表什麼？你美國在委內瑞拉太不做人了。而在馬杜羅被帶走，委內瑞拉出現權力真空之後，川普很快就對外表示委內瑞拉政權過渡期間將由美國接管。不過隨後美國國務卿盧比歐強調，美國並不是要全面的接管委內瑞拉的政治體系，代表美國自己也慫了啦。如果真的接管，美國扛得住嗎？委內瑞拉有91萬平方公里，人口2800萬，這不是一個很好管的國家，這也不是一個你可以從地圖上把它抹掉的地方。川普也進一步的說明，自己已指派國務卿盧比歐與國防部長赫格塞斯組成跨部會的協調團隊。為什麼刻意忽略了川普直接叫國務卿說他是總督這件事呢？負責與委內瑞拉各方的勢力以及美國石油企業展開所謂的重建談判，處理呢政治過渡與能源安排等等的問題。少在那邊替美國洗電，操你媽的，惡不惡心啊？而至於委內瑞拉的掌權人選呢，其實有不少委內瑞拉的民眾期待未來能夠由反對派直接接手政權。不過川普對於反對派執政的想法態度卻相對冷淡，甚至還在記者會上面公開質疑馬查多在國內的政治基礎夠。後來政權是由馬杜羅的副手副總統羅德里格斯接手。這件事情根本就跟川普指定沒有關係，而且川普憑什麼指定人家的總統是誰？你美國是哪根蔥？那這以後台灣也不用選舉了，川普指定誰來當就來誰來當，到底在說什麼？他是不是連自己在說什麼他都不知道啊？更可笑的地方是什麼呢？羅德里奎茲並不是川普指不指定問題，而是他依照委內瑞拉的憲法就應該擔任總統。還有馬查多根本在委內瑞拉國內的影響力就很有限，他跑了嘛？跑了誰理你啊？有美國的媒體更揭露，白宮其實早在數月前就已經與羅德里格斯還有他的家人保持密切的溝通，這讓外界質疑臨時政府的自主性。這又是在被鬼扯。羅德里奎茲是大法官宣布叫他接任的。羅德里奎茲的爸爸就是查維茲的老戰友，他的兄弟目前還在委內瑞拉國會裡面擔任議長。未來一段時間，委內瑞拉很可能會進入臨時總統代管，美國在背後實質主導中。美國要是真的控制得了現在委內瑞拉，那早控制了，就是控制不了。現在連艾克森美孚的總裁都反對，而且你怎麼不提川普在行動之前就打電話給了這些石油巨頭呢？換句話說呢，在正式舉行大選之前，美國的角色恐怕不只限於石油開採，還可能全面的介入當地的政權，影響政權過渡的人選與方向。川普在之前選舉時，這是最胡亂的。美國優先，當時許多人以為美國可能會走向某種程度的孤立主義，減少對於國際事務的直接介入。但這次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卻讓外界看到美國不止沒有退回國內，反而展現出了強硬手段達成外交目的。也因此，不少分析指出，在川普主導之下，武力干預或者是軍事行動，未來可能會更頻繁的出現在美國的對外政策當中。對此，有一派的觀點認為，這樣子轉向的讓美國在大國競逐當中變得更有行動力。他們指出，面對中國、俄羅斯等國的擴張，過度拘泥於程序，會讓遵守規則的國家主義劣勢。從這個角度，美國什麼時候遵守過程序？美國什麼時候遵守過法律？美國什麼時候尊重過別人的主權？會尊重主權，會去格萊納達，會去巴拿馬去抓人家的總統嗎？我的天，你不要講笑話了，拜托，自欺欺欺講笑話也沒有你那麼好笑。美國選擇硬起來，可能更有助於重新的建立威懾力，制衡中俄在世界的影響力。那幹嘛跟習近平見面？你這裡會不會分析？天啊！另外，軍事專家指出，美國這樣的動作可能會促使中國與俄羅斯聯手，用更激進的手段介入，想辦法確保自身呢在這些區域的利益不會被進一步的削弱。
此外，《紐約時報》則指出，當現在美國的注意力與軍事資源比較多放在西半球的時候，會讓中國在亞太地區有更大的操作空間，進一步的強化自己的勢力。他一定沒看懂那一篇報道，像是南海、海海甚至北極航道，都可能成為之後大國之間更頻繁角力的舞台。另外，當大國越來越傾向以武力來解決問題時，聯合國與多邊機制角色恐怕會被進一步的邊緣化。你都知道，那你為什麼繼續要放任美國做這種事？這次美國的做法，其實在台灣的社群上面也有很激烈的討論。有些人覺得美國帶頭違反國際法的行為，讓國際的局勢進一步的陷入強權們互比拳頭大的惡性競爭。而且川普不只違反國際法，他違反了國內法，他怎麼又不提了？他這個是選擇性的。但有觀點認為，過去幾年俄羅斯等國多次違反國際法，聯合國或者是國際社會也無法有效的制約他們。清楚的顯示，這套規矩早就已經行不通了。這行不通不就是你美國嗎？近年來，隨着各種區域衝突的爆發，原本用來約束大國的國際秩序，似乎正不斷的被挑戰。國際秩序從來就約束不了大國，自其七七幾乎沒有任何的國際地緣政治的素養。國際秩序從來就不是來約束大國，是大國之間拿來平衡用的槓桿 （balance of power）， 強權即真理。為了避免大國直接對撞，造成世界大戰，所以國際秩序出現了。無論是美國、俄羅斯、中國，似乎各自都越來越傾向用自己的手段解決問題。最不遵守的就是美國，反映出現行的國際秩序已經多少有點跟不上現實的變化。不是國際秩序跟不上現實的變化，而是國際秩序從來都是強權在決定的。而這個強權的美國，它在衰落當中，它更加的不嚴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國際秩序看起來跟不上現實，其實不是的。國際秩序一直都在變化。而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原本的規則與制度可能真的就需要重新調整一下，不然世界可能真的會逐漸的走向誰拳頭大誰說了算狀態。那對於許多中小型國家來說，處境恐怕只會變得更加被動，可能只剩下選邊站壓隊這一條路了。冷戰的時候不就也是選邊站壓隊這條路嗎？是全球化時代，因為只有美國可以選，所以也沒什麼好選不選的問題。真的沒有看懂什麼叫做國際，他完全看不懂。不過對於未來的世界秩序該怎麼樣走，老實說，其實我們也沒有什麼標準答案。因為你一直舔美，美國川普就隨他喜好改變，所以你當然沒辦法有標準答案了。